年没演了。我呢是2009年来到这里的，当时我还记得，当时是小布什当总统，我们俩非常好。小布什嘛，时不时就给我打个电话。当时呢，美国呢，当时这个他们航空业呀，就是卫星上天呢，那阵儿是天上他们说。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2月1号赵本山在美国纽约海外巡演的一幕。赵本山我不用介绍啊，在中国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啊，中国的小品喜剧之王。所以说他们在发射火箭的时候，往上发的时候，他说咱们先别上人，上个猩猩吧。完事整个大猩猩上天了，上天完就回来了，回来他们就找一批专家，看看这个动物语言研究怎么研究。大猩猩就比划，就问大猩猩你看着啥没呀？搁天上看着谁了？把这帮专家都看懵了，就美国这些专家谁也没看出来这大猩猩啥意思。后来小布什告诉你说赵本山搁这演出呢，让他来。自从2012年他告别央视春晚之后啊，他就再也没有登上过公开的舞台，一直到2015年，在魁违13年之后啊，他在纽约重新登上了舞台，出演上了小品。他说他会破译这个事儿，完我就去了，给我请到白宫，那是该咋是咋的热情招待，给我炒4个菜。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个尖椒干豆腐，一个虎皮尖椒，还有土豆片炒辣椒，还有土豆丝儿。吃完了，我说怎么回事？来，你大猩猩找过来。大猩猩在我面前就比划这个。我说这不太简单了，这不是白扯，太快，啥也没看着吗？赵本山啊，已经满头白发了，年纪也大了。你想想啊，70岁的人了啊。赵本山这次的演出，我也看了一下网上的视频啊。总体来讲，他上台的时间并不长，整个演出呢差不多2个小时啊。但是呢，多数都是他弟子在台上演出嘛，他呢演了一个小品。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唱，哎呀，这搁哪来的？哎呀妈！我吓一跳啊！我以为把脑袋给拽身。哎呀，这个色儿我一看，真就把我，哎呦我的妈呀！你说我就跟这一帮精神病在一起，这天天就一惊一乍的，这能活到现在也很不容易啊！亲爱的。这小子挺实惠呀。唱了一段2人转，又拉了一段3弦儿，然后讲了一个段子啊，加起来总过的时间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但是底下的观众为之沸腾啊！今年来到了纽约，跟我们家人坐在一起，真有过年的氛围和味道，非常想看大家，欢迎，我来，这样。啊，别着急，今天呢特别开心，这是特意现排这么一个小品，还有点生呢，到这儿，在这儿来了，没有办法，只能卖力气。完这主办方把票价定的还挺高，不高，你说那是他个儿不高，那票价是挺高的。你像500美金就合人民币3500，这不是小数。所以说呢，卖力气是咱们就多演点，对，让人看够。对，不着急，卖力气啊！我去换个服装。我看了一下票价，他在纽约啊，最贵的票卖到1400美金，最便宜的也卖到500美金。这个票价在美国纽约演出啊，也是属于顶级水平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前几天周立波到日本的演出啊，周立波在日本的演出啊，最贵的票价是200美金，最便宜的票价几十美金啊！但是就这，开演的前一天，网上全是打折卖周立波的票的，
我那天去了现场啊，他的前面那一部分全是赠票区啊，都不是买的，都是送的票啊，而且现场根本没有坐满。但你与之对照啊，赵本山在美国纽约的首次海外巡演啊，那现场是爆满，而且他的下一场在洛杉矶。我现在听说的是啊，赵本山在洛杉矶的演出啊，黄牛票把他最前面的票价已经炒到了2万美金一张，可见赵本山在中国观众中间的那种地位啊。那么赵本山2012年之后，他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舞台上呢？他为什么又被封杀了呢？在封杀之后又都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啊就来讲一讲赵本山的人生从低谷到高峰，又从高峰到低谷的故事啊。你吃啥呀？我啥都行，随便。别啥都行啊，好容易来一趟，吃的好的补一补。那就吃点披萨吧。什么？杀了？杀？我把你杀了啊！吃啥？披萨，披萨。没有。吃什么劈叉的？你搁这？这样吧，我给你包饺子。包饺子时间长，你能多练一会儿啊？吃饺子吃醋不？我不吃，我吃。首先，我们讲一个最近赵本山在海外巡演的一个细节啊。赵本山这次海外的巡演啊，有些视频就被人拍下来之后呢，就发在了国内的抖音和快手上。1天之后，他的这些视频呢就接到了有关部门的通知，全部下架了。大家一看，赵本山又被封杀了啊！但是我了解的信息是啊，这次赵本山啊的视频被下架，其实不是针对赵本山。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的春晚之后啊，很多地方都接到了一个指令，说不能网上讨论针对春晚的负面信息。但是赵本山这次在纽约巡演啊，很多网上就说，他说你看到了吗？央视的春晚啊，在纽约复活了，这才是春晚呢。那意思是什么？你央视搞那垃圾春晚，赵本山这样大家喜闻乐见的喜剧小品之王你不请，结果你请那些垃圾，是不是演他妈的没人看？然后大家就开始批评春晚。于是有关部门把赵本山的这些视频都下架了。所以呢，这次让赵本山视频的下架不是针对赵本山本身，而是针对央视春晚的负面评价。但是赵本山大家都知道，确实被封杀了。咱们慢慢来讲他的被封杀的故事啊。要说我啊，当年啊曾经采访过赵本山啊。2003年的时候，赵本山呢就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你想想，他是一个喜剧小品演员嘛，文化程度又不是特别高。那么我们当时呢就觉得这是个新闻，正好我们的央视啊，我那个时候跟同事筹办新闻会客厅，要办新闻会客厅的样片，于是呢我就到赵本山的老家去采访了赵本山。这赵本山呢，他是出生在这大跃进时期，据他自己讲，具体哪天出生的记不清楚，他爸没记清楚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忙于大炼钢铁嘛，家里头啊，他生活又比较贫困，他是在辽宁铁岭下面有个叫开原市，有个莲花村，在那儿出生的。那么63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去世之后他不久，他爸呢就远走他乡了，他在农村事实上就成了一个孤儿。吃百家饭，他那个莲花村啊，有很多赵氏人家，所以在东家吃一口饭，西家吃一口饭，所以赵本山的童年实际上是非常不幸的。赵本山呢有个二叔啊，他的二叔是个瞎子，这瞎子呢就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嘛，但是平时呢就卖艺为生，拉三弦啊，唱二人转啊等等啊。这赵本山小的时候呢，因为他本身也不好好上学。于是呢，他就跟他二叔开始学吹唢呐呀、拉三弦啊，然后又唱二人转呢。1974年，他们的莲花公社啊要组建文艺宣传队，这赵本山就去考去了，一下就考上了，从此呢就摆脱了体力劳动啊。到了82年的时候，当地有一个群艺馆的主任啊，写了一部就是这个小品叫《摔三弦》，讽刺计划生育的内容啊。于是呢，这挑上了赵本山。这摔三弦里头啊，他是讲的那个算命的那个人，他是一个瞎子，是吧？然后呢，他是给人算命嘛。结果赵本山呢，由于啊，他本身他二叔是盲人嘛，所以他对他二叔作为一个盲人的那个肢体语言，他模仿的惟妙惟肖啊。所以他演这个摔三弦呢，一夜之间就成了名，演了1000多场。
据说他当时去上海演出的时候，第一次坐飞机说害怕，一个农民嘛，说这手心啊都是汗呐。他没想到25年之后，赵本山自己有了自己的私人飞机本山号。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生的这个大起大落啊，在赵本山身上真的是你看的是淋漓尽致啊。1990年的时候，赵本山首次登上了央视春晚。那么他当时演的那个小品呢叫《相亲》，扮演了一个老年人徐老蔫儿是吧？跟一个人去相亲是吧？那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段子，什么地下工作者是吧？自己的老伴死了，他叫地下工作者。从此之后，赵本山就霸占了央视春晚舞台的小品的位置，一直到2012年，这中间没有断过，连续出演，每年都在。很多演员为了上春晚，那是绞尽脑汁、挤破脑袋，然后呢要杀出重围。但是赵本山呢，基本上每年都是钦定的这个位置啊，而且每年的春晚还是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段子啊，比如说啊，什么耗子给猫当参陪，你要钱不要命了？什么脸大脖子秃，不是领导就是伙夫，还有那个忽悠，你接着忽悠啊，没病出来走2步啊，什么之类的啊，就这些桥段都成为了街谈巷议大家竞相使用的梗啊。应该说赵本山真的是中国语言类小品的天才，我个人认为他的那些包袱抖起来啊，非常自然，而且随口就来。你包括他这一次在纽约演出，因为我的出身都非常贫寒。像我们这个队伍都基本都农村出来的，像这几位都我一个生产队的，这前面这仨是亲哥仨，那这个仨中间那是老大，这边老二，那边老三，那个是他父亲打琴的，啊，这哥仨呢，当时他家都挺穷，俺俩是邻居，我跟那个老杨是吧？俺俩是啊，俺俩是邻居，穷到啥样啊？就是他们哥仨一个媳妇儿，不是，这个是老三的媳妇儿，那哥俩还没说上。你看他这个包袱抖的，确实是非常的这个自然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赵本山他在长达20年左右的时间，是顶起了中国春晚的一半的江山。很多人看春晚就是为了看赵本山。如果赵本山不去上春晚了，大家就不看了。你要知道，央视春晚最后煞费苦心啊，来编排赵本山在春晚的位置啊。就是如果太早上了不行，太早上了之后，你要知道大家就不看了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赵本山的小品安排在午夜敲钟之前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春晚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嘛，春晚8点钟开始，你想想到这个晚上12点，这中间赵本山演完小品之后，再过半个小时来敲钟，这个时间都是精心编排的，可见他的影响力之大啊。后来赵本山呢，在小品舞台上成功之后，他就开始涉足电视剧。2000年，他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刘老根儿》，他拍这个电视剧啊，没有请职业演员，他用的全是他自己村里的那些村民，也包括他们县里头，包括铁岭市的一些艺术团，名不见真传的一些2人转的演员，包括那高秀敏是吧，大辣椒等等啊，就这些人呢，都不是职业演员。但是这些人由于熟悉黑土地的那个特点，所以他们本色出演啊，演的真的是活灵活现，同时还捧红了著名的电影演员范伟。这范伟原先是铁岭市啊，也是一个普通的演员。1995年跟赵本山登上了央视的舞台啊，出演小品，慢慢红了起来啊。在刘老根这电视剧里头，他演的那个药匣子李宝库，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辽宁省东京县龙泉山庄药膳部是吧？药物主管李宝库，按那名片上写的啊。这个他演的是一个没有多少知识文化，但是呢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这个农村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啊，非常有意思。后来范伟也是大红大紫，成为了1线的电影演员啊。这之后呢，赵本山还演了很多部电视剧啊，什么乡村爱情啊、马大帅啊，乡村爱情都拍了10几部了啊。同时还开始演电影。最后呢，他还把他刘老根这部电视剧呢，搞成了一个刘老根大舞台，在辽宁省的沈阳啊，然后在全国其他地方还开设刘老根大舞台的分院啊，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啊。随着事业的蒸蒸日上啊，赵本山确实是有点飘啊。大家都知道，中国流行一句话，过了山海关全是赵本山，啥意思啊？赵本山在东北真的是平汤。
赵本山自己就讲过，他在辽宁沈阳吃饭啊，没买过单。没买过单不是说他不买单，而是说他只要是到饭店吃饭，别人看见他就主动给他买单了，他都不知道买单的人是谁。一方面你可见赵本山啊，他在辽宁那个地方人气之旺；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知道他在那个地方办事之利索，基本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情。所以这个过程中间也慢慢激发了这赵本山本身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膨胀欲啊。你想想，赵本山这个人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央视春晚的舞台又把他放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上啊，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啊，等等啊，你想想，也有社会地位。那么他在东北那个地方，东北大家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啊，那个地方啊，确确实实啊，他跟内地很多地方不太一样。他那个地方呢，他就认这种所谓的江湖大佬。这个江湖大佬一旦搞起来之后，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什么规则啊，什么意识啊，慢慢的就不存在了。然后这赵本山呢，也就开始做很多相对来说出格的事儿。你比如说第一件事儿，对吧？他呢去给那个蚁力神代言。蚁力神大家都知道，那有一个人叫王凤友啊，他其实是个骗子。他就说这个蚂蚁壮阳啊，壮阳之后呢，他其实是往那个蚂蚁里头掺那个西地那非，也就是伟哥。也当年中国特别流行这个嘛，对吧？就是往那个中药里头掺伟哥，然后就说壮阳，就开始卖。他就找到了赵本山给他代言，也包括范伟啊，给赵本山1亿的代言费。那赵本山就天天在网上做广告啊，说这个蚁力神谁用谁知道啊。这包括他这个电视剧《马大帅》里，刘老根2里头，他都插这个蚁力神的广告啊，说蚁力神一下子在全国爆卖啊，这王凤友啊，这一下子就发达了。这发达了之后，这王凤友是个骗子嘛，他就开始搞什么活动呢？他就开始搞，就是说委托养蚂蚁，让这农民养蚂蚁，然后让农民养蚂蚁之前呢，先给他交一笔保证金，然后你养完蚂蚁之后，他再来回购。结果啊，后来这个蚁力神就慢慢被人揭露了，这个骗子嘛，里头装伟哥呢，对不对？违反中国的药品管理法。后来他这销量就不行了，他的这个蚂蚁农民养起来，那蚂蚁繁殖的快得很，对不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马路上的蚂蚁，你不繁殖它，它一窝一窝的，那农民在养它，那蚂蚁不就长得更欢实了吗？所以农民养了大量的蚂蚁，在2007年10月份的时候要求他回购，到了回购的日子，结果没有打款。他这时候资金链已经断了。2007年的11月份的时候，几千名农民呢，把这个蚁力神的天喜大厦给围上了。后来要把辽宁省政府给围上了，跟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啊！东北人也狠呐，有些人说要到沈阳火车站去卧轨，发生了当时辽宁省最激烈的这个群体性事件。后来王凤友啊，这个蚁力神集团就破产了。然后呢，在2009年呢，他也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赵本山在这个过程中间给蚁力神代言这事儿，对他的公众形象影响非常大。毕竟你拿了人家1个亿。是不是？然后你做这个虚假宣传嘛？那这是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他搞这个辽足的事情。辽宁足球队当年大家都知道，中国足球非常黑暗啊。这赵本山呢，他自己成功了之后，他觉得他能把中国足球搞好，所以呢，他那一年他就把辽宁足球队直接给买下来了，自己亲自当主教练。你想想，赵本山这个人也特别有意思，一个演小品的人，主动当辽宁足球队的主教练。结果他当了这个辽足主教练，第一场比赛就给他一下马威。为什么呢？他第一场比赛是跟大连实德队比，大连实德队的老总是徐明啊，徐明跟他是认识啊，关系是哥们儿啊。说赵本山当时就把徐明给叫来了，他说啊，你们大连实德队啊，这个从乙级队刚上来，我也知道你需要积分，干脆是这样啊，我们是到你那儿去打客场，咱们呢哥俩商量好打个1-1，我就相当于送你1分嘛。徐明就答应了。赵本山就把这布置下去了啊，结果呢，上半场徐明跟赵本山呢2个人看完比赛呢是0-0嘛，这都是按计划进行，对不对？到了下半场，你进一个我进一个，不是皆大欢喜吗？这赵本山跟徐明就撤了，跑旁边去喝茶去了。结果刚坐下就说不好了，前面啊这辽宁足球队啊已经灌了这个大连实德2-0了。这赵本山一听不对啊，这不是说好的1-1的吗？结果这场比赛。最后，辽足是以5-1的比分呢击败了大连实德。当天晚上，
赵本山宴请这足球队员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这帮年轻人呐，别以为你们干的事情我不知道啊。”什么意思？这帮足球队员都赌球了，而且辽宁这些队员的赌球啊，跟这个实德的队员的赌球啊，双方之间都有默契，就是赌辽足以5-1客场打败大连实德队。赵本山虽然是主教练，虽然是足球队的老板，一点办法没有。你别看你在东北号称东北王平汤，你进入到足球行业，你这一套不灵，所以赵本山很有挫败感。最后呢，1年之后，他把这辽足啊就赶紧给卖了啊。08年的时候啊，赵本山的这个刘老根大舞台进入北京。09年的时候，在刘老根大舞台旁边搞了个院儿，叫刘老根会馆。那当时啊，盛况空前呐。你想啊，他那个位置啊，就在前门旁边，那是北京啊天子脚下，离中南海的位置直线距离也就1公里，就在这么一个位置啊。那天啊，他搞这个本山会改开幕的时候，北京东城区的警察局专门派警察在门口给他戒严。为什么？因为宾客云集啊，全是大腕名流啊，什么成龙啊、冯小刚啊，什么这些人就不说了啊。东城区的区长、区委书记都去现场啊。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焦丽，那原先是辽宁省委的宣传部长，那天也从后门悄悄进去，跟赵本山说：“兄弟，我来给你道个喜。”然后呢，没有公开露面就走了啊。张柏芝那天到了现场之后，当众拜赵本山为干爹，所以赵本山就跟别人说谢霆锋这个人不行，张柏芝是个好姑娘等等。然后他现场呢又拜范增为干爹，又给范增磕了2个头，范增现场又给他画画。但是由于这些明星大腕云集啊，这全都有自己的那车队啊，所以人家东城区的公安局给他派这个警察在门口戒严，疏导交通。那当时有很多媒体就不干了，说你想想，在中国什么人能戒严呢？那你是副国级以上的官员才可以啊。那你赵本山虽然说是一个演员，你这个戒严你这不行啊，对不对？你搞交通管制啊。所以当时就说赵本山太高调了，还买私人飞机。那我有一个朋友，是不是？当时赵本山邀请他去坐这个私人飞机，也没地方去啊，从北京飞到天津，2个人在天上喝了一杯茶，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你想想是不是有点飘啊？是吧？到了2012年的时候，赵本山就是正式告别央视的春晚。其实这个告别央视春晚是有蹊跷，因为那一年呢，央视的春晚的总导演是央视文艺部的主任哈文。哈文啊，当时搞这个春晚的时候啊，没有按照往年的惯例啊，去到东北呢去拜访赵本山，因为早在10年之前，由于赵本山啊在央视春晚的特殊地位，央视春晚的总导演啊就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就先飞到辽宁去拜访赵本山，一个是请赵本山出山，第二呢，请赵本山精心准备小品的本子。而赵本山呢，跟央视的春晚一般有这么一个默契，首先他自己准备2个本子，央视挑中1个本子之后呢，剩下不要那个本子，他上辽宁电视台的春晚。而且你比如说央视的春晚，你甭管多大的腕儿，你到了央视春晚，你那天晚上演出的时候，晚上一律是吃盒饭，一律的到这个地方来彩排。但是赵本山有特权，赵本山不参加前2次彩排，他只参加第3次彩排。而且赵本山在央视的演播间旁边有一间专属的休息室，这在央视所有的参加央视演出的这个演员里头独此一家。大家都知道小沈阳那一年不是赵本山带他上春晚，一夜之间就火了吗？到了后台之后，小沈阳就给赵本山给跪下了吗？跪的那地点就是在他的专属休息室。那你想想他的地位。但是在2012年春晚的时候，情况有点变化。就哈文当了这个央视的总导演之后，没有去辽宁啊去拜访赵本山，而到第3次彩排的时候，赵本山带了2个本子，一个是《相亲2》，又带来一个本子呢叫《买蛋糕》。这2个本子啊，在第3次彩排完之后，第2天，央视就宣布赵本山的这个2个本子都没有过审，说赵本山这个喜剧之王憾别央视春晚。这事儿啊，有人说是哈文啊，好像是有点不太喜欢赵本山的这2个小品。但你想想，了解中国春晚内幕的人都知道，央视春晚的总导演怎么有权利否定赵本山呢？哪有这么大的权利？不可能！别说这个
央视春晚的总导演了，央视的台长都没这个权利。虽然说张小海啊，当年那是央视的副台长啊，他们也其实说不太喜欢赵本山，说赵本山有点低俗，但实际上真实的背景是，当年有一位大领导就说赵本山的这个表演方式啊，说好像是有点丑化农民。虽然赵本山那时候如日中天，但这句话传到了中央电视台之后，央视的领导就开始就说了，赵本山这个演出好像是有点问题。然后于是呢，哈文就说了，两个本子好像都不符合这个笑料的这个标准。于是赵本山在2012年呢就出局了央视的春晚。到了2013年的时候，冯小刚是吧？央视不是开门办春晚吗？当了央视春晚的总导演。结果呢，冯小刚呢就请来了赵本山做春晚语言类节目的总导演，特别有意思啊！请赵本山当导演，但是不让赵本山来自己演。赵本山那一年很负责啊，指导沈腾的那小品呢，沈腾对赵本山还是很服气的啊。那赵本山指导着就说他实在不行我来上吧，其实他还是不让他上。最后2013年赵本山也没上成春晚。到了2014年的时候，形势已经风云突变了。为什么呢？就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事件就已经发酵了。大家都知道，2012年王立军2月6号的时候不是跑到了美国领事馆吗？但是当时王立军事件跟这个赵本山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酵。但是到2014年年初的时候啊，大家就发现有一张非常著名的图片，就是当年王立军如日中天的时候，赵本山到重庆去看王立军，王立军舔个肚子，然后在桌子上开始题字儿。题字儿呢2个字呢，一个龙一个凤，然后赵本山姿态非常急，趴在桌子上看啊，然后呢那个照片里头还有徐明，还有那雷震富，还有赵本山这几个风云人物啊。从这幅照片里头你可以看到，赵本山面对王立军的时候是极尽谄媚的那种表情。这些信息传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认为赵本山跟王立军人之间的关系不一般。那这里我就要讲讲赵本山啊跟薄熙来跟王立军之间的关系了啊。赵本山跟王立军关系认识的非常早，而且早年赵本山在这个东北啊搞煤炭生意的时候，这王立军就帮过他的忙啊。因为王立军这个人呢也是非常喜欢混场面的，那赵本山这样的大名人，他也愿意跟他交往嘛。这中间还曾经帮赵本山解决过非常棘手的一件事儿，就赵本山啊在沈阳开这个刘老根大舞台的时候啊，他是东北人嘛，那有一个观众啊，那有一天喝酒喝多了，到场子里看演出的时候就闹事儿，结果呢刘老根大舞台这不是有保安吗？这保安上去之后3下5除2就打这个人，一下就把人给打死了。这打死这不就出事儿了吗？打死出事儿了，赵本山就找到了王立军。王立军当然也是找到了这个沈阳市公安局的人啊，就把这个事儿给铲平了，一点事儿没有。你想想，我就是说赵本山在东北有本事呢，要打死个人这件事情呢，完全没有处理任何人，赔了点钱，这事儿就了了。后来王立军呢出事儿之后啊，人家的家属出来又闹，这算是事件之一。但这个事儿实际上不是赵本山这个后来的出事儿啊，就所谓的封杀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赵本山通过徐明认识了薄熙来，薄熙来到了重庆之后啊，赵本山就押宝薄熙来，认为薄熙来呢有可能是未来中国的政治明星啊，就让徐明给他引荐。引荐之后呢，他就开始拼命的贴薄熙来，当然还有王立军这层关系啊。所以你要知道，赵本山在那几年是频繁的到重庆去见薄熙来、见王立军。所以到了2014年的10月15号，习近平搞了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应该说对标的是老毛在延安时期搞的那次文艺工作座谈会。在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呢，请了国内啊这文艺界的各个方面的代表啊，铁凝啊、文联的代表啊，包括莫言都去了。但是这一次啊座谈会没有请赵本山。然后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大家都知道，请了那个周小平啊，请了花钱芳啊。那周小平不是还以习近平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吗？全国舆论大哗。但是赵本山是中国的小品之王啊，赵本山没有参加这个座谈会，那很多人就炸了，说你想想，你不请赵本山，这意味着什么？在这中国，这是一个信号啊。
赵本山自己也感觉到这个信号了，所以在这个文艺工作座谈会结束的第3天，赵本山连夜把他那个乡村爱情剧组拉到了沈阳开会，要紧急学习习近平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这么一个讲话精神，说文艺的春天终于来了啊！这个作为一个喜剧演员，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那必须得听党的话呀。这习近平为我们这个曲艺工作指明了方向啊！我作为赵本山，我是深刻领会了这样一种精神呢。连夜据说把那个乡村爱情改剧本，临时改剧本，以响应习近平这样一个主旋律、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方针。那紧接着10月22号，他就接受人民网的采访，他就讲了，他说央视春晚如果还想看我这张老脸，我是奋不顾身，随时准备好了。紧接着到这个月底的时候，澎湃又接着就采访他，这澎湃新闻就问他说：“你认为这个艺术家跟政治关系是什么？”他说：“艺术家跟每一个政治家都是亦友和正友，艺术家应该懂政治，这是首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省长说本山，我们来聊聊艺术，那我能不去吗？我得听上面的。你看看赵本山，他这一不小心说这个话的时候，又流露出来讽刺的意思。他跟人家省长说，人家省长要跟他谈艺术，他能不去吗？言下之意，你这省长你其实也不一定懂艺术，我还得跟你去谈吧。那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只能听你的，这叫什么懂政治啊？对不对？这是完全不懂政治啊。紧接着澎湃新闻又问了，你说艺术家要懂政治，你会不会觉得离政治太近了？他说，你不靠近政治，你不相信你的党，那你还搞什么艺术？你不听党的话，你还搞什么艺术？这意思是说，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是必须听党的话。但是这里头啊，你要听党的话，你听哪个党的话？你是听习近平的话，你还是听薄熙来的话？你听薄熙来的话，你不要认为你是听党的话。薄熙来倒霉了，你可能跟着也就倒霉了。你听党的话也没有用啊。所以听党的话，最重要的不是说你表面上听党的话，而是你能听对哪个党的话。这个对于赵本山这样的人想驾驭起来可就太难了。所以到了2015年的时候，整个赵本山就全部被封杀了。赵本山的封杀基本有这样一个尺度，就是电视剧它基本上还可以播，但是舞台统统不能上了。辽宁电视台终止了跟赵本山多年的合作，春晚不能上了，包括他的徒弟都不能上辽宁春晚的小品了，演辽宁春晚的小品了。包括那个辽宁大学有个本山艺术学院，连夜改名叫做辽宁大学艺术学院了，把赵本山2个字也给干掉了。这典型的中国特色啊，大家都知道啊。2015年的元旦啊，赵本山在他自己的刘老根大舞台上出来了，他自己啊拉了一首三弦叫《夜深沉》。他呢实际上是在跟别人说啊，他说人在呢，他还调侃了，说他家里有20公斤黄金的事情啊。也就是这一年，很多互联网平台都接到了通知，要把赵本山的影视作品全部下架，封杀了。但是关于赵本山的封杀啊，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录啊。我了解的那个信息啊，基本上封杀呢还分为层次。首先，赵本山的电影还能上演，电视剧也能上演，但是赵本山不能再登上公开的舞台进行演出了，而且也不能登上电视的舞台了。别说央视的春晚了，辽宁的春晚跟赵本山合作多年都已经解约了。别说赵本山本人，包括赵本山的弟子都不能上辽台的春晚了。这之后，赵本山从此销声匿迹。10年左右的时间啊，基本上就只有《人物》杂志在2023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报道。这个作者我还认识啊，是我的朋友啊。赵本山这些年呢，他把他私人飞机想卖了，卖不掉啊，没人敢买。他当时都说了嘛，他在最紧张的时候，他说我私人飞机啊，我不要了，我捐给国家，也没人要，对不对？他说我身家都可以捐给国家，也没人要。所以他的私人飞机从北京又拉回到了辽宁，在辽宁的机场基本上就在这托管状态，也不太敢用了。而北京的刘老根大舞台啊，就停业了7个月。后来他这刘老根那个他那个本山这个会馆呢，最后改名叫这个什么刘老根菜馆，卖起了平价菜。
你看看这姿态多低啊！然后呢，赵本山呢，他在辽宁的苏家屯的他自己那会馆基本也关了，跑回到他自己的老家，开了一个大农庄。在这个大农庄里头，每天种菜养鸡啊，他那些徒弟啊，就定期到他这个地方，晚上跟他打打牌，然后呢一起啊来讲讲段子，然后呢哄老人高兴。一晃10年过去，赵本山就在这样一个落寞的过程中间度过了他人生最辉煌的这个年龄阶段。因为你要知道，2012年赵本山呢才55岁，其实作为一个小品演员来说，正是人生的辉煌的时间。但是就在那个时间点，他离开了他的小品舞台，一直到了今年，他才在纽约的这个舞台上重新复出。但是复出的赵本山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已经是满头华发了。这样啊，不着急。哎呀，我呢有10几年都没上台了。这个，特别是今年来到了纽约，跟我们家人坐在一起，真有过年的氛围和味道，非常想看大家戳秧。这样啊，别着急。今天呢特别开心。这是特意现排这么一个小品，还有点生呢。到这儿来了，没有办法，只能卖力气。我常常感慨赵本山的个人命运啊，他在人生最辉煌的年纪啊，由于投靠薄熙来和王立军啊，葬送了自己的艺术人生，甚至包括差一点他的个人命运。但我有时候又想啊，这个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控制一切资源的社会，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一个当红的艺术家，他有多少个人选择的余地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历史上中国那些所有的堂会明星，几乎都被政治所包养。为什么？因为你只有被政治所包养，你才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甚至你才可以获得你本该拥有的社会资源。但是当艺术家跟政治裹在一起的时候，政治运行的风险对于艺术家来说就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当薄熙来和王立军倒台之后，赵本山也被殃及池鱼。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头，他浪费了自己的大好年华，落寞地生活在东北的一个边陲小镇。这对于赵本山这样的一个艺术天才来讲，真的无疑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损失，更是我们每一个观众的损失。我最新听到的消息是啊，赵本山去年搞了一个民国2人转，他想呢在全国各地搞巡演，无非是蛰伏了10年之后，希望在国内重新走上舞台。但是呢，这个计划没有被批。也就是说，赵本山尽管被封杀了10年之后，他的这个封杀禁令在国内依然有效。只有在2025年的今天，他才重新走到了纽约的舞台上，重新和观众见面。但是啊，非常遗憾的是，赵本山他其实跟在大陆，其实大陆的观众更希望能够跟赵本山见面。他还能回到大陆的舞台上吗？至少目前来看，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希望赵本山今后还是有机会能够跟更多的观众见面。我们更希望这个社会政治的归政治，艺术的归艺术。只有那样，我们的艺术家才不需要谄媚于政治，才可以作为一个艺术家而在这个社会中间堂堂正正的活着。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好几年没演了，我呢是2009年来到这里的，当时我还记得，当时是小布什当总统，我们俩非常好。完我就去了，给我请到白宫，那是该咋是咋的热情招待，给我炒4个菜。我给大家唱，哎呀，这搁哪来的？
你吃啥呀？我啥东西？别啥都行啊，好容易来一趟，吃的好的补一补。那就吃点披萨吧。什么？杀了？杀？我把你杀了啊！吃啥？真有过年的氛围和味道，非常想带大家戳样。这样啊，别着急。今天呢特别开心，这是特意现排这么一个小品，还有点生呢。到这儿，在这儿来了，没有办法，只能卖力气。所以说呢，卖力气。是，咱们就多养点，对，让人看惯。对对。不着急，卖力气啊！我去换个服装，然后呢，让我这个儿子小宝搁这先再监视有，行吗？让师傅下去歇会儿脚，换服装，然后呢？